娘的，你个败家子儿，你怎么不省着点用？团长，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！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，那鼠年喊的最凶了。柱子，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！柱子，你他娘的瞎眼了，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！这会儿你又不认账了，要嫌我浪费了。你小子还敢发牢骚，小心我揍你！如果要论变脸谁最快，那肯定是李云龙啊！前一秒刚骂完炮手柱子，可下一秒立马又变脸哄着。等仗打完，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。半斤地瓜烧让单纯的柱子立马喜笑颜开，但殊不知老李这奖励可是有前提条件的，他必须利用仅剩的2发炮弹打掉鬼子指挥所才行。我丑话说在前边，你要是打不中，别说地瓜烧免了，我还得枪毙你，听见没有？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句狠话是李云龙典型的恩威并施的带兵套路，前一秒用半斤地瓜烧画饼利诱，后一秒就用枪毙的狠话施压，把炮手柱子的潜能和压力直接拉满。话语看似冷酷无情，可实则是战场生死关头的激将法，就赌柱子能扛住这份压力，用2发炮弹完成干掉鬼子指挥所的关键任务，进而帮助部队扭转整个战局。那么今天咱就来逐帧解读《亮剑》里这场让人热血沸腾的苍云岭之战。团长，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精锐，这次咱就……什么他娘的精锐啊！我就不信这个邪，老子打的就是精锐。传我的命令，全体上刺刀，准备进攻。张大彪的犹豫里满是对硬仗的谨慎，毕竟抗战时期像鬼子坂田联队这样精锐的部队，无论是装备还是单兵战斗力上，优势都很明显，硬拼大概率要付出惨痛代价。而李云龙的那句打的就是精锐的怒吼里，这既有看透精锐部队骄横意乱的博弈心思，更藏着一股不服输的血性。进攻，团长，现在是敌人的进攻。没听见命令吗？啊，听仔细了啊！到了这个份上，咱不会别的，就会进攻。全体上刺刀，准备进攻。李云龙的坚持是主动掌控战场节奏的清醒，在他看来，被动防守只会被鬼子慢慢消耗，主动进攻才能打垮他们的攻势，掌握主动权。而他这么做的底气，只因这时他已经完成了掩护师部及野战医院转移的任务，现在正是转守为攻的最佳时机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天爷帮忙啊！兔崽子跑不掉了！胡子，有去把王车柱给我叫来。是。战场上的转机说来就来，李云龙无意间看见鬼子正在搭设天线，并迅速判断出这里就是鬼子指挥所的位置，这充分体现出他敏锐的观察力跟一流的战场嗅觉。可这时，一个好消息跟坏消息接踵而至。好消息是，只要往前突击500米就可以进入炮击射程范围了，但坏消息却是要了老命了。怎么样？想想办法干他一炮。团长，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。你说什么？娘的，你个败家子儿，你怎么不省着点用？李云龙对着柱子劈头盖脸一顿骂，但骂完后又立马笑脸相迎，因为他压根没忘炮弹是自己让打的，脸上的微表情更是从真怒变成带着蛮横的戏谑，狠狠拿捏了柱子的情绪。而他这套简单粗暴却格外管用的战场带兵套路，果然让柱子瞬间立马忘了委屈，满脑子都是怎么去完成任务。而在安排完炮兵后，接下来就是如何解决往前突击500米的问题了。团长，你就看好，论火气咱不如小鬼子，可是论着白刃战，咱中国人是他祖宗。我对弟兄们说了，咱今天就教小鬼子怎么做人，不敬祖宗还行。张大彪这话可不是吹牛，他是从29军大刀队出来的，白刃战就是他的看家本领。但当老李让他带队往前突击500米时，他却发起了牢骚。团长，只进攻500米啊，这也该太不过瘾了。张大彪想带着步兵直冲鬼子指挥所，典型的猛将式打法，可光勇猛容易搭上性命。于是李云龙当场否决，因为他心里门清，打仗得动脑子，要以最小代价换最大的战果。然而就在李云龙准备发动总攻时，上级却突然命令他从余家岭方向突围。后撤！哎，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，这会儿后撤，亏他们想得出来，反正是突围，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！上级下令后撤，可李云龙却当场就怼了回去。他不想放过重创坂田的绝佳机会，在他眼里，战机比死板的命令更重要，这才是一线指挥员的魄力。而大彪本想上前劝阻老李不要违抗军令，结果却被原地教育。张大彪，有立正。问你个问题，新一团谁是团长？李云龙，大点声！报告，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，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。执行命令吧。是。老李这话直接确立了自己在战场上的绝对权威，既打消了张大彪的迟疑，也稳住了全团的军心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的晋绥军358团团长楚云飞观察着苍云岭战场的战况。他本想着给八路军来点炮火支援，可他却被国军的条条框框捆住手脚，想帮也只能干着急。眼看着消灭了自己的友军，我们却按兵不动，心里真不是个滋味。唉，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。楚云飞看着李云龙血战却无能为力，心里是又急又气，满是无奈。而他的纠结恰好反衬出李云龙想打就打的果决有多难得。都是2个肩膀扛一个脑袋，谁怕谁啊？啊！我们新一团
不是被吓大的。别说几个小鬼子，就是阎王爷来了，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。我跟你们说过，狭路相逢有杀手，弟兄们，冲啊！虽然他的战前动员操着接地气，可却点燃了战士们的血性，而鬼子也被八路军这股不要命的气势都吓懵了。他们哪见过防守方突然玩命反冲锋的？老李更是身先士卒，在鬼子队里疯狂冲锋。等到突击队为炮兵争取够500米的炮击距离后，柱子果断打出了第一发炮弹，只可惜打中天线，没伤到鬼子指挥所分毫。这一下让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，毕竟全团只剩最后一发炮弹了。柱子打得好，打住了。虽然柱子最终不幸牺牲了，可他打出去的最后一发炮弹精准端掉了鬼子连队指挥所，直接扭转了战局。而这惊天一炮不仅打懵了鬼子，更给新一团杀出了一条突围的血路。太好了，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。回去，嘿嘿，旅长他别想枪毙我。再说了，他凭什么想枪毙我？他得请我喝酒。